马上要上场的是李雪琴。雪琴这几年在影视圈发展的非常好，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所有评论。雪琴，你演的戏我都喜欢看，而且面对你的时候，我有特别多事想和你交流。就是你不在的这几年啊，脱口秀圈真的物是人非。反正如果说脱口秀是你的一个故乡的话，你现在算有2个故乡嘛，对不对？雪琴来到了雪国，但是你的列车已经开走了。有请来错了站台的李雪琴。今天大家写的都好猛，好赶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雪琴。站在这儿还是很紧张啊，确实是很久没有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了，也很久没有录过这么不红的节目了。今天现场的情况和影视行业的现状就很像，请不来好演员，就请知名的脱口秀演员凑数。咱们这个节目更甚，请不来知名脱口秀演员，还请小齐来凑数。来之前呢，我就给我的经纪人看这期嘉宾的阵容，我说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我需要注意的问题。我的经纪人说我就一个问题，小齐是谁？其实我好几年没说脱口秀了，本来我心里挺遗憾的，今天到这儿看到小齐，感觉自己也没错过什么。当然了，也有知名的啊，知名脱口秀演员徐志胜啊，这也来了。骂人。前2年呢，影视圈扩招，给胜子就招进去了。影视圈找志胜，他本意是想出奇制胜。志胜演了几场戏之后，影视圈说出去制胜。我跟胜子呢一起演过一些小品，台词真的很差。就是我站在他面前，他嗓门又那么大，但我一个字都听不清。他还好意思说人家纪凌尘用牙演戏，他好像刚拔完牙就来演戏，那麻药全打舌头上了。虽然说我听不清啊，但也有听力好的，袅袅能听清。啊，还去给徐志胜的戏客串。胜子演大侠，他演老鸨，他俩搁一起演戏，怎么说呢？真是烂泥扶不上烂泥呀！你说这袅袅胆儿多大，你还敢给他演戏？你看你演完啥样了？接不着别的活了吧？从大火脱口秀演员变成节目总编剧了吧？那啥叫总编剧呀？就是接不着别的活儿，总搁那编剧。其实啊，胜子演技这么差，但是发展的这么好，那都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徐志胜确实是高情商，不过很多人误以为说胜子的高情商就是拍马屁，我作证，徐志胜真不是，他骡子也拍，驴也拍。胜子是我们娱乐圈绝无仅有的一位臀部演员。哎呀！今天呢，不仅有臀部演员，还有牙部演员。众所周知，在影视圈当演员有一个大忌，纪凌尘。谐音梗都找。大家都知道呢，纪凌尘演戏以这个用力过猛著称啊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要用哪一块肌肉做表情。网上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，叫三观跟着五官走。人纪凌尘就不害怕这一点，因为他的五官也不知道往哪儿走，但是他很努力。前彩的时候跟我说，最近呢在学习戛纳影帝的表演。
戛纳你还用学吗？你那表演多尬呢！而且最令人想不到的啊，他不光学表演，说最近为了提升自己，还在学哲学。哦，我说你在学谁的哲学？他说我最近在看加料。人家叫加缪。你让观众评评理，你说你荒料不荒料？既然你最近研究哲学，那么今天我考你一道哲学界的经典问题。说影视行业有一辆失控的列车，左边轨道上绑着纪凌尘，右边轨道上绑着徐志胜，请问随便压过去一个，中国影视行业能进步多少年？我出去不就得了吗？太狠了，这些是不是答不上来？为什么答不上来？因为你现在学这些有点太超纲了啊！我建议你还是先跟眼前的学一学，这不现成的吗？严屹宽老师啊，郭涛老师。我看网友评价严屹宽老师说老了还是帅哥，评价郭涛老了。拉仇恨了啊！这么多年了啊，严屹宽老师的角色一直跟帅哥有关系，而郭涛老师的角色一直跟帅哥有血缘关系。为什么他能演父辈的荣耀？因为他从小就长着父辈的容貌。演了10多年的中年父亲了，沉浸在爹的角色里不能自拔呀。直到娱乐圈开始抵制爹味儿，郭涛老师天都塌了。但是啊，郭涛老师不服输，在哪里跌倒了，爹就在哪里爬起来。人要转型啊，当导演拍电影啊，豆瓣2点几分，徐志胜演那侠客行不通还4点几分呢。您这电影是他的一半，就剩行不通了。另一方面呢啊，严屹宽老师虽然在颜值上占了一点优势，但是他得便宜还卖乖，到处跟人说哪天我皮囊被毁，就是我成就大业之时。皮囊被毁能成就什么大业？你要骗宝啊？哇，这话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说出来的，是不是短剧看多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失去这副皮囊，你成就不了大业，你只能成为大爷。你看看人家郭大爷早就成了。我真没想到有人的愿望是自己皮囊被毁，早知道你有这种需求，刚才应该把你绑铁轨上。但该说不说，还是太遗憾了，你还是来晚了几年。你要是早几年来呀，我能亲手帮你。那时候呢，我自己就有一辆列车。说实话，严屹宽老师这句话呀，太短剧了，特别像徐艺珍教他的。大家知道，短剧跟别的影视作品不一样，别人上的是院线，他们上的是流水线，7天就能拍一部，每一个镜头都得一遍过。我想这就是纪凌尘不拍短剧的原因吧。说实话，对徐艺珍呢，我说的也不敢太狠，毕竟她是短剧世界的，我就怕呀，我说的太狠，突然间徐志胜换上一身西装冲过来给我一个大嘴巴子，说点评我们徐氏集团的大小姐你也配。而且我说实话，我吐槽的时候我都不敢看他，我怕30秒之后自动扣我9块9。之前呀，徐艺珍拍短剧的时候，
跟孙越老师组 CP， 非常火。后来拆了，大家都不理解，没关系，我能理解你。但是啊，徐艺珍这个 CP 拆了之后，他就再也不火了，干啥啥不火，他自己都不理解，没关系，王建国能理解你。当时他俩拆 CP 的时候呢，粉丝还都挺伤心的。其实这样挺好，你不像我，你看我现在跟谁组 CP， 谁的粉丝都挺伤心的。这2年呢，我也是演了一些戏，也有一些争议啊。网上说我的角色都是一个类型的，确实我演啥都是东北人。那就像范志毅老师演啥都是上海人，张绍刚老师演啥都是膈应人。之前我来咱们这节目的时候啊，有人就说啊，李雪琴都能上北大，北大门槛真低。现在我演戏了，又有人说李雪琴都能演戏，演戏门槛真低。看来最适合我的还得是脱口秀，脱口秀的门槛肯定不是我拉低的，毕竟还有小齐。今天我到这儿来啊，一看这座位，这边是影视嘉宾，这边是脱口秀演员，我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又给我分这边了。但是我挺感动，说明不管我走了多远，拍了多少戏，脱口秀永远给我留着一席之地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李雪琴。可以，好可爱。可以。雪琴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你说我什么我都不生气。脱口秀里面永远有李雪琴一席之地。雪琴外面有膈应人的活儿，找我。真挺膈应人。马上要上场的徐艺珍，加油！加油！短剧演员刚才也说了，其实脱口秀对于他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，是吧？说5分钟对他来说太长了，我都怕他说1分钟之后马上让我们付费。放心啊，今天各位不用充钱，节目组都已经给大家充好了，解锁了全部内容。有请短剧女王徐艺珍。这节目挺刺激啊！要下狠手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艺珍。这么多掌声，都认识我？如果还没有认出我的朋友，请把手机调成竖屏再看看。现在认出我了吗？今天的主题啊是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来的时候，导演组问我，现场的这些嘉宾最想跟谁演短剧？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吗？徐志胜。学会了。我听说啊，徐志胜出道这么多年，除了跟何广智有点说不清楚，其他方面那可都是清清白白。他之前还在脱口秀里讲过，说自己看着像卖馍的。哎，你别说，他还真的挺适合演霸总，感觉他就是属于那种一个馍一个馍卖出来的实业派霸总。做完馍，手上全是面粉，那也算是白手起家。我们短剧最擅长的就是起一个吸引人的名字。如果要说志胜这男的卖馍，肯定没人看，但你要说志胜是男模，说我得看看是怎么个事儿。多了一个平台，合适。哎呀，如果说严屹宽来演霸总，他那张建模脸看一眼就被他帅晕了。
徐志胜来演，他那张卖膜脸看一眼就晕碳了。卖膜脸。严屹宽说：“字正腔圆啊，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就会想好帅，想报警。”徐志胜一开口，这妮儿真带劲儿，想报警。现场还有一位跨界演员李雪琴，跟你组 CP 的有曾柯朗、蒋奇明，还都有吻戏。我想请教一下，你这活是怎么接的呀？好想回复他呀！哎呀，而且你的另外2个 CP， 乔杉跟王建国，哎，你咋就不吻呢？怎么区别对待呢？别人这是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是胖胖不亲啊！太坏了，一个玩意哎呀，大哥，呀，范志毅大哥也在，我跟他录过节目。你刚刚说想拍个短剧，《重生之国足队长》，世界杯冠军竟是他，这太魔幻了。我最多只能给你拍一部《重生之国足队长》，世界杯冠军竟是他，一位阿根廷人。冠军是人家梅西的，大哥，你是没戏的。今天啊，还来了一位老戏骨，郭涛老师，很喜欢早年的您。您自导自演的电影评分2.9，我建议您啊别拍电影了，来拍短剧吧。随便拍一部短剧，《重生之我被渣男的死对头宠上天》9.8，您演的活着9.3，所以您别老活着，您得重生啊。我们短剧的观众有给差评的功夫，都能再看2部短剧了。金立晨在《无限超越班》里跟宁静搭戏，那演技把宁静老师吓到拿矿泉水瓶防身。当年马景涛都没给宁静吓成这样。刚刚有人说你演不了长剧，我说句公道话啊，你也演不了短剧。我觉得你拍短视频都费劲，那实在想拍，你拍照吧，记得把实况关了。总有观众批评我演技，说我演啥都一个样。前段时间我的老板跟我说，你再不演点不一样的，人家就不让你演了。哎，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演了个东北人呢？我能演东北人，为啥没演呢？都让李雪琴演了。大家还说我形象太普通了，但普通形象最适合演短剧了。有些短剧里经常是一个普通人，在一个普通的场景里，扑通一下就给跪下了。今天现场啊，大家都在吐槽短剧，我不怪你们，因为你们没拍过。大家以前对短剧的印象就是粗制滥造，但是这几年啊，短剧发展的很快。看短剧的观众应该发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短剧越来越长了。开个玩笑，其实是越来越好了。虽然我叫短剧女王，但其实我更喜欢大家叫我短剧的女儿。不过现在女儿长大了，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，我想先看看电视剧，再看看电影，如果能演演就更好了。我希望在未来能获得更多荣誉，也不用太多，就拿点奥斯卡影后奖、诺贝尔终身成就奖就行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些在现实世界里面很难实现，但没关系，这一段我们短剧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演员徐一真。
没发现人演短剧的是横哈？就说脱口秀的时候，那气场啪啪的都是。因为是这样，除了什么剧啊、电影啊，看看脱口秀，因为很多脱口秀的表演也很抽象，也特别没有逻辑。我马上要上来的这个非常抽象，马上你就可以看到。另外，马上要上场的这位范老师，您看得紧一点，因为在您没来的这2周，他好像有抢夺您品牌挚友的趋势。掌声欢迎小齐，品牌你挚友小齐。哎，各位好，小齐。哎呀，都让我蹭到这儿了。朋友们，影视场我都配来了，真的，只有我没演过戏，然后他们都是靠影视赚钱，就我在给影视花钱。他们都问我说：“小齐是谁？”我现在只能给你们介绍一下自己，你们的衣食父母。我身为观众，真不爱听这帮演员提影视寒冬，你知道吗？不咋寒冬，你们心里没数啊？徐志胜都演上主角了。哎呀，演那个狗凌风看了吗？看了。不是影视圈咋想的？说，哎呀，观众现在不爱看流量小生了，我们找一个流量小丑吧。而且哥，你怎么想答应的呢？您不是娱乐圈著名的高情商吗？啊，怎么想说我这个条件，应该可以演一个男主角吧？一个材料学硕士都没发现自己不是演戏的材料。你那演技都能演戏，那我这学历就出书了。我打算出一本《硕士行不通》。郭涛老师，哎呀，真不想吐槽您，挺大个岁数了，快60了，真的。你演活着的时候，我都没活着。真的就是我感觉是给老头骗来的，你知道吗？编剧问他说：“来这个节目你有什么担心吗？”他说：“啊，千万不要把我弄成一个道貌岸然的艺术家呀！”哥，你把我们想高了，我们没人能把你弄成一个艺术家，我们只能把你弄得道貌岸然。而且我觉得您的确实很有艺术成就，但加不加的，我觉得我们观众还得品一品。我觉得您现在这阶段属于艺术品。今天来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品，严屹宽老师。严屹宽以前叫严宽，加了一个毅字儿，是为了让自己像山峰一样屹立在那儿。我一听就知道，求的是事业。但是加个毅字改了等于没改，你懂吗？因为北京人还是读严宽。哎呀，纪凌尘，多亏您来了。被吐槽圣体呀！哎呀，专业不行，智商乘1。会吗？最重要的是还不以为耻。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哎呀，写您的时候就一个感觉，幸福。真没想到你还有给人幸福的能力呢。哎呀，跟宁静在《超越班》里要演那个无间道嘛，他要演就是带心爱的大嫂走，他立刻演成了想要灭宁静的口。
你说太厉害了，一个模特，他傻到没有人叫他笨蛋帅哥，因为笨蛋帅哥是傻帅傻帅，而他是傻帅。徐志胜跟他真是一副对联啊！幽默是最好的医美，愚蠢是最大的毁容啊！太坏。哎呀，但纪凌尘这么多槽点，其实就一个问题，就是不行且自信。哎，他都不普通啊，他是一个不信男。懂吗？就是那种，就这事儿我不会，但我就不信这事儿有多难。哎呀，还来了徐艺珍，我为了写她，特意下了一个短剧 APP， 越看越生气，怎么没人早告诉我这么好看呢？但我真的，我只敢偷偷看，不敢让人发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学历看短剧太刻板印象了。哎，真的，袅袅看短剧，你会说啊，好亲民。小齐看短剧，他不看他看啥呀？还有人说，有些以前的短剧土没有逻辑，不好看。不是，我当时一看，土没有逻辑，就难看吗？朋友们，土跟没有逻辑到极致是一种艺术。有一个剧，我一看就哇。女主在屋里上吊，男主一脚，屋里不让荡秋千。好爽，一脚把我大脑踹没了。我现在太爱短剧了，我觉得短剧至少他态度好，朋友们。就很多长剧，导演就在自己的意识里沉迷，就比如，是吧？郭涛老师，就是根本看不懂。那短剧，就怕我看不懂，把我当成一个宝宝一样。还有那角色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他是干啥的。那坏人一出来就是啊。哎呀。哎呀，朋友们，现在我真的沉迷了。如果有身边的朋友说个别短剧烂，但我觉得短剧就是我的救命稻草，我求你不要说它烂。视频会员我开了3年，钱也花了，罪也受了，好容易有短剧，你说它不好。他好不好我不知道吗？他就是想让我看点广告，根本不赚钱。谁家不想看点爽剧？你能保证你一辈子没压力吗？啊？投入了，情绪进去了，可以。啊，还没演完啊！这哪是红什么果儿，这是红我！哎呀，好。李雪琴，还在演，没法了。你早期的言论我不是太喜欢，说自己是北大废物，朋友们，这俩词可以放一起吗？不
是，你是觉得我们废物没什么门槛吗？你知道我们废物跟你上北大一样，那得从小就开始努力。我们是童子功。北大可以当废物吗？那我承认了，我是中专诗人。大家知道李雪琴也写诗，她那个诗我看了什么玩意儿？我给你们念一念，我给你们念念她的诗啊。只是一不小心答应了替沉睡的麦子守一夜月亮。正常人谁守月亮？那玩意儿不跑，你不应该守麦子吗？那玩意儿怕鸟。这押韵，这是诗。从此夜夜赴荒原，夜夜盼无云，还夜夜，徐志胜都读不了这俩字儿。无人知我心中语错，误我爱星辰。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诗什么意思：你爱大海，我爱过你。又来了，又来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也写首诗吧啊！就给所有演员写的啊。这首诗的名字叫《影视寒冬》。小丑登上大银幕，寒冬里又刮进一阵狗灵风啊！综艺里迎来了活着的艺术家，他也是真没活了。寒冬来了，短剧真暖。谢谢各位，我小七，拜拜。厉害厉害！怎么样，雪琴？现在认识了吧？杀伤力极强，而且很抽象，对不对？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可能憋坏了今天。纪凌尘，前面大家也都说到了哈，就是他在闲鱼卖过书，他卖的那本书呢叫《表演的技术》，是一位很著名的表演艺术家、学者写的，叫迈克尔·契科夫。当时呢，纪凌尘说他读完之后深受启发，真的，纪老师，你的演技深受那本书的启发，你知道作者会多受伤？就是契科夫的那个表达都被你误解了，你看把人作者气的，1955年就去世了。有请误解者纪凌尘。哎呦！哎呀，确实给我憋得有点着急了，有点想去上厕所啊。大家好哈，我是纪凌尘。准备好面对大海了吗？免疫了，免疫了，开始免疫，免疫了。其实一直以来啊，我都蛮期待来脱口秀的，因为大家都说我是喜剧赛道的，啊，还说我是傻子赛道的天花板。早就听说这个脱口秀也有傻子赛道啊，今天我来了一看，小齐，这不就是脱口秀界的我吗？没啥好说的。祝你感情顺利吧。好的啊，谢谢谢，祝你感情顺利。
哎，其实啊，我觉得啊，我也算是个特型演员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在傻子帅哥这条赛道里是非常全能的啊，比我帅的没我傻，比我傻的没我帅。啊，当然可能会有人不赞同，啊，觉得帅哥2个字是我硬塞进去的。你别管，你就说傻不傻吧。啥？其实啊，我一开始是不会演傻子的，真的，就是一开始我什么都不会演。真的，我都是咬着牙一路挺过来的，牙咬的多了，就成了傻子了。其实大傻子是很难演的，因为我太聪明了，所以演的时候我就得100%的投入，你得真把自己当傻子。大家说我演戏的时候流口水，那是我的表演追求，就是把我的前额叶都丢掉。前额叶谁丢了谁都流口水的。虽然我的高光时刻是喜剧啊，但是我其实就是一个正剧演员。演正剧都能这么好笑，演喜剧得什么样子呢？啊，我说艾伦的赛道都得分我一半，我都保守了。到时候不光有大傻春儿，更有大傻鸡。大傻鸡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这是属可以的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是傻子，说实话，真的。我平时都是看哲学书的。啊，最近就看了什么加缪，什么的夏天，还有那个黑塞啊，什么艾利维啊，反正都是些哲学书啊。虽然说对演技的帮助提升不大，但是对装真的很有帮助啊。现在大家都不说我装傻了，说我又装又傻。我还看心理学哦，我最近看了那个阿德勒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就是那个自卑与超越。这本书我跟你说啊，简直就是在写我的故事。以前我因为我特别自卑嘛，我演技不好嘛，后来我就上了无限超越班。我呢跟宁静还打戏了，哎，我是超越了我自己，把宁静给整自卑了。为啥你这样学法呀？严屹宽啊，大帅哥啊，宣称自己哪天皮囊被毁，就是你成就大业之时。这什么话呀？我都没说过这样的话。帅哥就可以这样不要脸吗？啊，你不要脸，你把你的脸给我，我还想演张凌赫的舅舅呢。我可以拥有2张帅脸，哎，建模脸、超模脸，真帅。哎呀，啊，范老师，啊，
范大将军，咱们都一样，咱们都是跨界演戏啊。哎，但是他随随便便演演就成功了啊，他能不成功吗？他的角色都是别人根据他的特点定制的。要是有人根据我的特点啊，给我定制一个模特帅哥转型做文艺青年，爱写诗，书里夹着手机假装看书的故事，侬晓得吧？阿拉我也会演得很好的啦。我其实仔细反思过自己这个问题，我演不好啊，就是我想要的太多了，我杂念太多了。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我预想自己就是个学院派。我又想演得好，我还想演得帅，还想跟老戏骨飙演技，压老戏骨一头。结果呢，老戏骨拿起了他的矿泉水瓶子说：“我不太喜欢你的呼吸，你可以离我远一点吗？谢谢。”看来我是没抢走他的戏，抢走了他的空气。很多原因都影响我演戏，我怀疑就是因为我读了太多书，我被知识诅咒了。啊，李雪琴，你也读了很多书，你咋就没被书诅咒呢？啊，你是什么星座的？但是说一句啊，其实你写的诗啊，我能共情到。我觉得李雪琴很厉害。因为啊，他一直在演自己，我演不了我自己，我还在找自己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你是什么时候把自己弄丢的呀？我觉得可能是我成为大海哥的那一天吧。好悲伤啊！徐志胜啊，哎。徐志胜，我是真羡慕他，你都不需要打磨你自己的演技啊！你出场的时候就是一张大海报，这叫演员吗？这是模特。哎，徐志胜，我想请问你，你的艺术追求呢？你为什么要去演这一张海报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人找我来演呢？还主演了这个《侠客行不通》，哎，怎么你们都有自己量身而定的角色，是不是？这都是找谁要的呀？啊，我也想要一下。徐艺珍啊，短剧女王，说实话我没听说过，不过人家也是拥有定制剧本的人。现在更厉害了哦，当制片人喽，啊，哎，如果他来找我演戏，你放心，我不找。哎呀！现在脱口秀有互动的，我大概也不会接的，因为他肯定不会请我的。我现在的能力，说实话。还达不到短剧的要求，真的，我现在就在等待一个适合我的大电影。我就是喜欢电影，我喜欢演戏，我喜欢哲学，我喜欢文艺片，我喜欢戛纳影帝，我喜欢装。怎么了？我现在的生活重心就是放在玩上。我就在感受生活，反正我好好工作的时候，你们也都说我在玩，所以我只能专注当下。你们应该也能理解啊，当一个人的过去不堪回首的时候，他的未来又过于渺茫的时候，他只能选择专注当下。为啥呀？要哭了。是没哭，我没哭。
其实大家把我当成傻子，我也能接受，因为至少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。我都想好了，以后我要开民宿，就开个傻子民宿。当然名字不能叫傻子民宿，要叫傻记民宿。然后呢，我天天在里面当 DJ， 然后呢给你们放首歌，叫丢掉前额叶。帮你丢掉前额叶，再丢外套，丢掉外套再丢烦恼，什么都丢掉，只要快乐。这个民宿我想好了，我就开在大海旁边，因为我真的也喜欢大海。我可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我突然来这么一句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丢掉前额叶的纪凌尘。可以，非常好，非常太好了，太好了呀，太好笑了。非常勇敢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段表演。但是纪凌尘的表演里面好像有一股劲儿吧，还让你觉得挺感动。然后但是呢，你也不知道他这个感动吧，你应不应该当真？于是我们就在真真假假当中游走。你其实是个好演员啊，真假不重要。再次掌声送给纪凌尘。我们今天最后要上场的这位，大家都知道是郭涛老师。大家注意到了，郭涛老师在整场所有朋友在表演的过程当中，郭涛老师真的做到了，对，就是现在这样，不动声色，稳如泰山。我和郭涛老师其实我们有一段渊源，当年你上的育儿综艺，因为小石头那会儿不是手给摔骨折了吗？节目组找了我，说让我和我儿子做替补。好吧，我们没有去。你想，还好我没去吧？我们如果去了，这网友不就少了一个吐槽郭涛的机会吗？掌声有请，随时能抓住机会的郭涛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涛。现在啊，确实没多少好戏可拍，要不谁能上这种节目啊？是吧？今天的主题呢也很可气，叫什么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没戏找我，我上哪儿去表演？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，不如叫好戏去哪儿了。今天这个阵容呢，也是一言难尽啊。徐志胜、李雪琴啊，还是有点名气。这其他几位嘛，感觉这个导演他就是在网上刷到了，是不是有一种1万块钱请哪些明星的那种帖子，挨个打了一个电话，然后凑了这么一帮人呢。在座各行各业啊，踢足球的，说脱口秀的，看大海的。都要来我们影视圈发展啊！为什么现在戏不好看了？找到源头了。网友说这些人来了呢，他们演戏是乱拳打死老师傅。作为老师傅说一句啊，其实大部分老师傅不是被打死的，是被饿死的。影视圈的羹都是让你们给分了。我最近没事呢，就拍短视频，踢足球，讲脱口秀。他们都来我们影视圈抢饭吃，那我就去他们圈抢饭吃吧。这就是不是你们年轻人说的那个
饭圈儿。不是，徐志胜，哎，网友都说这个志胜的戏路窄啊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网友说的，别老说我是有爹味儿啊。你一说倒也不错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啊，你啊多去拍一拍短剧，你适合拍短剧啊。你的戏路窄啊，正好卡在这个短剧的屏幕上，正剧的屏幕太宽了，你驾驭不了啊。你说你在那个戏台上就出现了那么一张照片都没有一个完整的镜头，就那么一帧，你才是真正的徐一真。这能玩梗啊！李雪琴，东北人，演戏没问题，但是呢，没有台词基础啊。我特担心他演戏啊，观众和他自己都入不了戏。你说让他演杨贵妃，他一张嘴，唐玄宗你好，我是杨贵妃。红尘一骑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哎呀妈呀！你说我这稀罕荔枝这味儿，皇上这家伙给我整这老些，你说我家呀有这个老爷们儿多好啊！你这咋演？没法演啊！感觉也不错啊，可以啊。哎呀，你戏路是宽。有句老话形容严屹宽这样的演员，叫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。要我说吧，大家也别老看法拉利，一些经济实用的车型才是咱们的常态，是吧？还有句话说得好啊，郭涛，老款面包，价格实惠，油耗不高，有戏找郭涛。徐一真，短剧从业者，2023年2部短剧上线，3个亿流水，3个亿流水啊，多震撼啊！而且现在的短剧的名字也越来越长，片儿是短剧，名字是长男剧，什么重生后被渣男死对头宠上天，闪婚后傅先生的马甲藏不住了。你直接把剧情大纲写在标题里呗。你像我们现在拍的那个《疯狂的石头》啊，《恋爱犀牛》这种名字，在短剧里都属于文言文了。我提议啊，能不能推广我们这些正剧的时候啊，也给他们起一个短剧的这个句式。《疯狂的石头》就叫当保安后，别人都看不起我，而我在博物馆一天赚了500万。500万现在在短剧里都算零钱。恋爱的犀牛就叫重生之我和我不爱的人和不爱我的人同时搞暧昧。哎呀，厉害！主咖的意思就是过气明星之为了1万块被娱乐圈边角料埋汰的狗血淋头。这也是一个口头上的 WWE 啊。我在拍戏的时候啊，跟很多剧组的朋友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。我一直跟他们说啊，你说咱们这些朋友，但凡有任何时候有任何需求，找我，我一定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所以说现在戏不多了，但是为啥私底下都不联系了呢？搭档去哪儿了？这是。幸亏，我还有海天金标好友。哎呀，他是肉类烹饪好搭档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金标增添新招，需要代言请找郭涛。哇！也理解啊，我现在这个情况吧，就是演中年人演不了，因为我快60了；演老年人也演不了，因为我才不到60。非常尴尬的一个年龄，我属于徐爷半老。网上说我有爹味儿，没办法，我这个年龄，我这个形象也只能演爹了。
父母爱情，爸爸去哪儿，培养出一种这样的性格。之前我靠当爹活着，现在网友说我是活爹。我觉得说我这爹味儿这事儿吧，其实也是瞎说。现在我这个年龄呢，你看哪儿还有爹味儿啊？只有老人味儿了。石头现在都已经19了啊，早就不听我的了。正是不听老人言的好年纪啊，早就管不住了。现在换我天天问孩子去哪儿了，孩子去哪儿了？我最近确实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，主要是也没有什么针对我这个年纪的影视综。我觉得也得开发开发。各位导演呢，如果有什么需要老当益壮啊、老而弥坚呀、大爷去哪儿了、披荆斩棘的伯伯之类的活儿，你可以找我。但是找我也得趁早啊，不然等我现在这些存货播完以后，我就涨价了，涨到15000。最后，我还想说一句老话：郭涛，爹味儿不高，若有戏拍，角色不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郭涛。说得太棒，太棒了！郭老师，您是真不白来啊，还带在线接活的，确实不容易。来。我给郭老师的广告补充。郭涛，价格虚高，有活找我，我更不挑。这在线接活谁还不会啊？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快乐表演的所有的朋友们。按照惯例，我们还是要选出本场的 Talking， 拿出手中投票器，觉得今天谁表现最好就投给谁。我和品牌挚友范志毅老师，我们还是不参加评选。来，本场谁会获得 Talking， 请看大屏幕。李雪琴，海鲜蚝油，鲜蚝，Talking 真材实料，恭喜李雪琴获得本场 Talking。谢谢。整半天我是主咖，感觉确实走起来了，这黑幕也能轮着我了。我还要发言。这敢言呀，就看你敢不敢吧。是这个，其实没想到能得这个 Talking 啊，因为我这个稿子呢写的确实很仓促，因为我这两天吧新电影上映，我正在路演。不要再伤害我们了。哪都有电影。导演组说你写点对影视寒冬的感受，我说我没感受着啊。哇，确实没来得及感受。那个，感谢大家抬爱，并且马上我的电影《逍遥游》要上映了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电影的名字叫《逍遥游》，希望大家有空去电影院支持《逍遥游》。但是我确实也觉得李雪琴的这番，那个徐志胜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可能就是啊，大家如果知道影视是可以剪辑的，好吧？啊，谢谢。我得说两句，要不后期不好剪，我得说两句。影视行业如果想要度过寒冬，请所有的从业者都要脸。
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雪琴。今天啊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设计，没拿到 Talking 的朋友别灰心，咱们是什么人？今天咱们影视人，对吧？这年头，只要你说你是个演员，你就有人给你颁奖，对不对？就现在啊，第1届奥斯卡新锐演员奖马上揭晓，让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郭涛、严屹宽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涛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屹宽。节目组邀请我们给新人演员颁这个奥斯卡奖，不能参与角逐，真是太感激了。那我们俩就不废话了，看看今天哪位幸运儿能获得如此的殊荣。本次获得奥斯卡新锐演员提名的有李雪琴，她用演了像眉眼一般的自然演技，从脱口秀舞台闯进了电影院的大荧幕。可以说干一行行一行，一行行行行行，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话啊：雪琴雪琴，你可真行。范志毅范大将军56岁，正是逐梦演艺圈的年纪，一脚踢开了影视圈的大门啊！用上海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侬个是老结棍哦，老灵哦，不得了，阿哥啊！徐艺珍，上一世是短剧女王，这一世想成为短剧女儿。虽然奥斯卡的影后还有些遥远啊，但是奥斯卡新锐演员，你胜券在握，加油！徐志胜，哎呀，外貌出众，在古偶美男的赛道中脱颖而出。我恨君生迟，君生我已老，没赶上天涯四美的角逐，实在是时代的遗憾。哎，不然我定与你一决高低，祝你成功。纪凌尘，傻是你的保护色，牙是你的杀手锏，一到镜头前摘掉前额叶，咔咔就是眼。今天我们不说演技，就说牙技。凌晨，加油！经过那么激烈的角逐，在众多优秀的演员中脱颖而出，拿下本届奥斯卡新锐演员奖的会是谁呢？这个众人，让我们恭喜纪凌尘。恭喜纪凌尘，虽然暂时没有被主流认可，但是已经被主咖认可。请上台发表你的获奖感言。没说准备这个环节啊，但是呢，我也没什么想说的了，我就想说，就是当下，我现在就要去上厕所。把奖留下。哇，真的，投票的时候不好意思，我们奖颁错了。那季老师回来啊，老师稍等一下，我把纪凌叫。那我们俩先，对两位先，对，我们俩哪凉快哪待着去。我发现现在这个节目随着发展到现在这会儿吧，嘉宾和节目组都特别抽象，开始。
对嘉宾可以说走就走，一骑绝尘。这是纪凌尘吧？这是在以往的节目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。同时呢，节目组刚才导演上来告诉我，说你们拿的信封是错的。于是我作为主持人必须要应对这个情况。接下来我就是在应对。张老师，我等你应对呢。我没法应对了，我再怎么应对他也得回来。我不能在这期节目突然少了一个嘉宾的情况下，然后我突然说好的，谢谢各位，来，今天结束了，然后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。你拿着它上完厕所了？对啊。好嘞。季老师，就是刚才你在拿到了这个奖杯之后，你不就一骑绝尘的冲到了厕所吗？对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导演突然冲到了台上，跟我说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于是在我面前突然有2件突发，一件是你跑了，一件是奖发错了。哎，真的，朋友们，导演组第9期了，你们想干啥呀？然后又把这个信封给我，怎么又来了？这是真的信封是吧？和奖杯是吧？赶紧结束吧，我也救不了场了。我还没说话呢。你说完，你上厕所，然后你跑了。重说获奖感言。Just do it。我现在再次向所有的导演隆重的来推荐一下一位优秀的演员纪凌尘，他在明明已经知道2位颁奖嘉宾拿错信封，这个奖不一定是他的情况下，仍然说到了自己的获奖感言，说明他是个好演员，他有信念感。在信念感的支撑下，他说完了他的获奖感言。那么，这个奖项的获奖者是，这是刚才导演上来交给我的信封。让我们祝贺所有人！来欢迎我们所有的来宾上场。范老师，您的，您快都有。我不拿，都有，都有。我从来不拿。你要不要给我？你要不要给我？袅袅的，你要吗？雪琴又来一个。你要吗？给你，智胜，你的，好嘞，我来一个吧，我要这个。你拿一个。徐艺珍的，郭老师的，还有严老师的，相信自己，各位。我特别喜欢纪凌尘刚才说的相信自己，谁说没拿奖的演员就不是好演员？只要心里面有热爱，那就请随时开始你的表演。再次感谢今天所有到场嘉宾。想看哪些狠角色来到了主咖和他的朋友们的舞台，关注效果公众号和小程序，还有更多演出等着各位。场上没读完，后台更精彩，别走开，后面有彩蛋。堪比人可，我笑坏了，我一直在笑。我现在就要去上厕所。就他那种喜剧感，不是一种传统的，它是那种发自自身的，就那种长出来的那种好笑，很自然，很纯粹。我觉得是能说服别人的表演，对方认为有合理性，对方认为是愉悦的，就是好的表演。我好像在生活中见过他，或者是那个生活中我没见过，我总感觉见过这样的人，感同身受。如果你真诚的去表现的话，你一定会打动人，因为人是感性的。我相信真正的交流碰撞，才能让演员之间产生有温度的戏。
一无止境吧，高处不胜寒吧。我继续努力。反正任何导演需要跑个龙套或者演什么任何角色，都可以让我尝试尝试，愿意学啊。这些天才，这些太阳是耀眼，但每颗星星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马上就有一部戏要上线了，叫《日落东营》，希望大家支持。才刚上路，多学习吧。就是人生只过一次，就做你想做的就行了。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陆凯走了一半，还有一半要继续奋斗下去，努力。道阻且长。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。欢迎来到优酸乳嚼柠檬带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是这个环节的嘴替，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，可能是节目组想问的，也有可能是网友想问的，那肯定不是我想问的，好，我只是品牌自由，准备好了是吧？整得我有点紧张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挺逗的。平时看的最多的是哪几本书？作者是谁？书中哪句话让你印象最深？我平时都是看哲学书的，我真的不是傻子。麦斯纳的这个重复，麦斯纳的这个技术这本书。还有一个杰克凯鲁亚克的《On the Road》在路上，啊，里面有句话叫"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"。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他碰到啥事儿了？他就穿越美国，穿越了很多次，然后穿越了很多次以后，他一开始是非常激情的去穿越了很多次以后，后来发现那个激情慢慢褪去之后，就是失望。年龄大了吧？对，年龄大了。然后他最后一次穿越美国的时候，他就写下了这句话。对，推荐3本普通人也能读进去的书。唐诗300首。唐诗300首，那个吧，那个短篇小说，那个叫什么来的？那哥们儿叫红色的那本书，莫泊桑的那个短篇小说，还有那个欧亨利的，啊，还有那个什么来的？唐诗300首，三本吧，就那3本。对。我怀疑啊，就是我读的书太多了。它就有点像是译林故事的升级版，它特别短，它是那种短篇小说啊，容易接受。对，就很快，就是你读完一个故事，你可以换下一个故事。对。网上的一篇采访，说你每天吃纳豆，是自律还是省钱？您坚持了多久？纳豆我觉得是个好挺好东西，好东西啊！为什么就我喜欢它对身体好？就是纳豆会让你就是能够我只知道可能更年轻啊，能让你更年轻。对，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其实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从转型到作为演员，曾经是模特，首先这2种不同的这个身份，你觉得哪一种能驾驭？你说哪个难驾驭是吧？对啊，我就是演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跟模特不一样啊，就是有些东西，我也是羽泉搞体育的嘛，我游泳的嘛，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这样说，就是我要去争，我要去抢，我才能拿到那个。但是有些时候我在演的时候，我要那个结果，反而就是不来。那我觉得你没演好，怎么会不来呢？我也没演过戏，24年给我拿了个奖，25年没了，开玩笑，我只是开玩笑而已。所有的问题都已经问完了，走吧，结束了，走吧。这位网友问：为什么你无论干啥都有这么重的东北口音？主要因为我是东北人，乡音确实有点难改，但我会注意的啊，以后尽量只带一点点口音。对，就一点点，就像海天蚝油，鲜蚝鲜熬，炒菜腌肉加一点就好鲜好鲜。
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，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，这么全面，这么营养，飞鹤专为宝宝着想。感谢重磅升级，营养更全面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最后一期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得憋一个大的？我作为主咖，我先谢谢我们的这些朋友们愿意赏脸参加这一期我是主咖的节目。那你说谁不想看一个162黑皮幽默男的？分米 like Babylon， 这种小场面我心里有数，一切尽在掌控。来点纯正的味儿，1966做头饰。偶尔也有坏习惯，我爱拿生命做投掷。诗仙洗断了笔，让先锋折断了戟。我乃压生第一人，我一剑开天门。这哪还是脱口秀，这不是达人秀吗？来，你们一起暖起来，跳起来，来，一起站起来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起来，腿再下，横挑护栏。1、2，加油，毛豆，可以，再踢起来，班级老师，快点！荒谬！欢迎来到今天的上桌吧主咖，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开机。我应该来了五期了，但我觉得这期是最炸的。你不知道之前那些，哎呀，原来你只是在场上说话难听，真的假的？我今天吐槽完，我觉得我应该重生了。我一回到这台就想上厕所，我都笑冒汗了。当所有人都在夸你的时候，你就小心一点。哇，升华了。来，第一个游戏，谁是故事王？我今天第一次上台，在这之前改了稿子。这还用重生吗？不认可，那谁认当谁当呗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游戏了，叫 Yes or No 啊。No 是不的意思 ，No 就是不的意思。哎呀，咱们指定不行。今天咱们很会做综艺，耍猴呢。这种游戏啊，还得是综艺咖玩。对，让他们看看综艺的水有多深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春季换新不用愁，天猫新货啥都有。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天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、久违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每周六中午12点来腾讯视频看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爆笑满满。周日惊喜加更，上桌吧主咖，更多幕后内容打包享。每周一陪看加更，主咖陪你看，超多内容享不停。周间不定期幕后花絮，惊喜连麦等你发现。他们在我左边吵，在我右边闹，小动画片力量兄弟遥控器找不到。Hey bro， 没有 my piece and love， 人们沟通的方式不用飞得巧。那年教室最后一排，或许我们都站。微博进入主咖话题页，选出本期你心中的微博 Talking，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用百度网盘，美好有我全盘掌握。快来水果汤泉，吃喝玩乐聚会超好玩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合作伙伴新浪新闻、立立成传媒、讯飞输入法、知乎、鱼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讲个段子让你笑，心里的词汇变小。我们不一样的门票比较，让热血留在了不同频道，用真诚换来理智的拥抱，用沟通打磨出心里的潮。